这是地图，你要帮我逃走啊？这是包含远州在内的西川大陆地图，其中包括经济、文化、政治3个板块。这些史料中记载的是不同年代历史中远州各地的所属情况。秀哥哥，他如果是在北族的阵中的话，那他应该是在这里。这一本呢是远州圣庙的诗集，初看虽然晦涩，但其中对于远州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补充。今天，这些是你的作业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认你这个老师了？明天呢，我会来问你几个关于远州的问题。之前我们介绍了远州，今天我们要说的，是跟我们紫川家族亦敌亦友的特殊存在——刘峰家。刘峰家地处西北，与紫川毗邻，他们百越军的战力不容小觑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的功勋女将刘风霜。刘风霜。我们课间休息一下吧，李青。我们聊聊天。那个，刚你说那个谁，刘风霜，长得漂亮吗？战功卓著，年纪得很大了吧？她与你同龄。同龄。刘峰家的西面有很多小族，纷争不断，也是因为这个。刘峰家这些年难以得到真正的发展，可自从刘风霜接掌边境之后，2年间解决了侵扰这个家族数10年的麻烦。他是刘峰家100年一遇的奇将，年轻一代的翘楚。刘风霜。他跟我同龄啊，那我也有机会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吗？李青，哎，你来的刚好，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。说吧，什么问题？就是我前面看个书上说，他说。北族与我紫川兵戎相见多年，为的就是要率众西迁，要远离什么东大荒。为什么他们要远离东大荒？我们之前提到北族的时候呢，就有说过这个东大荒。它呢是千年冰封的荒漠之地，那里时常有野兽出没，非常不适宜生存。北族呢毗邻东大荒，所以西迁对于他们来说十分迫切。你看，这上面就有写。公主，这些都是您最喜欢的了。可是自从您紫川这一遭回来，就一点都没有动过。我最近实在是没有胃口。这些都是前2天云浅雪将军送过来的，零嘴，您就尝一点吧。云将军，他最近常来吗？将军常送东西过来，但是没有要求见的意思。就说我最近身体抱恙，等我稍微缓和些了。再好好谢谢他。是。都撤了吧。哎呀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舒服。你能使点劲儿吗？轻点！对，
哎，就这个地方，哎呦，好舒服啊！换着腿。哎，这李农进去也已经1上午了吧？1刻钟都没歇过。这老大明明是眼睛看不见，怎么全身都出问题了？我觉得你这个药也冰凉凉的，真不错。这是我们左一族的祖传秘方，有了这药膏，应该好多了。真的吗？大人是不是快好了？老特伦，不会那么快好吧？的确不会那么快见效。别停下再看看效果不是？哎呀，没办法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哎呀，李农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辛苦了啊。对了，晚上记得叫阿泽过来执勤啊。咱俩明天早上不见不散。是。大人辛苦。不辛苦，快去吧。老特伦，我眼睛能看见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别跟他们说啊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压力太大，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我都要好好珍惜。真想每天都这样活着。对了，老德伦，上次我嘱咐你的事儿，你办得怎么样了？按照你写给我的要点，全部安放准确，既明显又隐蔽。哎，你呀，左家明王，左家明王的武功秘籍啊！大人，你捡着秘籍了吗？什么秘籍？左家明王的秘籍，名字有点奇奇怪怪的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我觉得吧，就应该把这些个扰乱军心的秘籍啊，全部收集起来。确实啊，这玩意儿一看就是假的。我觉得这些秘籍都是真的。哎，川子，人家左家明王啊，可是传说中的人物，有没有这号人还不一定。当然有了，人家老人家可是真实存在的，而且非常高深莫测。哎，春儿，你真见过左家明王？算是见过。川子，你可别欺负我没文化。人家左家明王的武功可是全西川大陆排名第1啊，他的秘籍就起这名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左家明王非常风趣幽默，所以呢，他的武功秘籍也是这样的。其实他就是用这种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，让你们产生兴趣，里面深奥得很。确实有道理，但还是很假。是因为它流传久远，所以才显得历史悠久、残破不堪。这么说，这是真的了？哎，管他呢，练了又没坏处，万一成真了呢？就是，走，我可不练啊。练练。子川秀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咱练不？不练。这女人谁练这玩意儿？就是。唉，愚昧。你在干嘛？远部复健啊，老德伦教我的。找我什么事儿？你师傅的那些秘籍，真的有用吗？当然有用了，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实战经验。白川，我桌上的东西不可以乱动。
那些都是军机密钥。这也是军机密钥。这个呢，是我查寝的时候没收的。这本书籍的内容实在是低俗龌龊，肯定会荼毒弟兄们的身心健康，我必须给他没收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拿的哪一本？你眼睛看得到了？怎么可能？看不到啊！我是记得这桌上有几本书，除了兵书以外呢，有一本是从罗杰那儿没收过来的。白川，你赶紧回去吧。那个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不舒服啊？秀大人，那我扶你去休息一下。休息啊？来，休息好。来，坐。你这个房间前后都不通风，会不会觉得闷啊？闷？什么意思啊？大人，其实有件事我很早以前就想跟你说了。改明儿说也行。我现在想静静。你也有心事啊？那要不要跟我说说？小事儿，小事儿，回头再说。回头再说。秀哥哥，你的脸怎么红了？白川，现在天色不早了，我赶紧休息了。你也赶紧走吧。哎，还给你。我能看见了，太神奇了吧！白川，你怎么把衣服给脱了？哎，来，穿上，天凉啊！紫川秀，白川，我告诉你，下次你要再这样，我就把你告到领兵司。你是告紫川的领兵司呢，还是北族的领兵司呢？你别欺人太甚！是谁欺人太甚了？你眼睛明明就好了，为什么骗我们？我发誓，我这眼睛是这2天才看见的，而且我受了重伤，武功基本上也废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我需要静养。静养是需要时日的。再说了，多亏你们这几天悉心照顾，我才能有精力把师傅留下的秘籍分享给大家啊。你带我去古岐山脉，说什么我是你最忠心的部下？我看你就是想让我帮你做假证，忽悠大家练功吧？这怎么能是忽悠呢？秀子英现在单兵作战能力太弱了，吓唬小毛贼还行，但是如果遇到精锐部队，估计5分钟都撑不住。所以要想在远州立足，必须提升自身的实力。就凭这几本假秘籍？功夫确实是师傅留下的，千真万确。解释解释。真功夫都在我脑子里，我只能帮他们画出来。你看，我还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了不同的武功。你想想，这个李农虽然不善谋略，但他手大呀。还有阿泽，他胆子虽然小，但是你要给他一把刀，他就变得立刻不一样了。哎呦啊！还有秀子营的其他兵，天生的流氓，打群架的经验他们非常丰富，所以我给他们的秘籍就是提升内力，还有战术策略。你想想，我是不是用心良苦？你应该能原谅我这种善意的欺骗吧？要我原谅你也可以。最近大家伺候你伺候得很辛苦，你的眼睛早就好了，是不是该让大家出出气啊？
你干嘛？哎，我说你干嘛那么小气啊？哎，我这个也是左家明王写的，咱俩换着看看呗。你这是假的吧？就你那点天赋，怎么可能跟左家明王结缘？哎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拿来。不好了，你出事了！怎么了，德罗？前哨报告，北族军队已经打向我们布卢村了。怎么一个个垂头丧气的？啊？头，你眼睛好了？嗨，都是左家明王神功的作用，细节回头跟你们慢慢说。好。重要的是，布卢村的兄弟们，在我们秀子营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。如今，布卢村有难，我们秀子营不能坐视不管。现在，让我们拿起手中的武器，出去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啊！老大，这个我们跟半兽人兄弟的关系啊，确实是不错。但真要是打起来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的。各位，我知道你们最近都有勤练武功，现在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啊！难道你们要错失这个机会吗？罗杰，在。出去把村寨的大门打开。我数10个数，要是谁还敢躲在这儿不出去迎敌，我第一个砍了他。是。啊，老大。老大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觉得呢？我现在就去。哎，走，脑子怎么坏了？我。快都给我冲啊！秀子营兄弟们的水平，大家也知道啊。今天呢，主要是锻炼大家的胆量。一会儿呢，意思意思，赶紧撤，不要伤着咱们友军呐。是，知道了。好，干好了，今晚吃好的。好嘞。兄弟们，这事儿你也不能怪我呀。这老大说了，你不上你就格杀勿论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啊，咱们一会儿秀子营千万不能怂。好，冲！兄弟们，冲啊！哇，这招还真挺管用的。大家都住手，别打了，自己人。今天真是好运气，竟然让本大爷撞上了秀子营这样的家伙。兄弟们，建功立业就在今天。杀也不是，杀！阿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？愣着干什么？动手啊！兄弟们，跟我杀！这点本事吧？这也是你请来的演员？当然不是，这些是真正的北族士兵。我们秀子营真的变强了，我子川秀果然是天下最好的老师。兄弟们、姐妹们，今天是我们秀子营具有非常意义的一天。
我们袖子营彻底摆脱了“子川软蛋”这个称号，是我们凭借自己真正的实力，第一次取得胜利的一天。今天是我们袖子营新的开始，所以从此刻开始，我们袖子营自此站起来了！兄弟们，你们是真的厉害啊！阿兄，今天呢，你们这帮兄弟真把我吓一跳。要是真的打起来，我还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们呢。哎，那我早看见了，那个跟我了。老德伦，光是能打没用啊！现在袖子营的个人能力确实是上来了，但是对于整个军队来说，真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没钱就意味着没法买精良的装备，也意味着没钱买马。袖子营可是出了名的爱占便宜，现在怎么会没钱呢？你？哎呀，这个老德伦啊，他跟我说他没钱，想问我们袖子营借钱。不是，哎呀，不是，你听我说。哎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听我说，自从我离开了这个致富堂，这个致富堂基本上是荒废了。现在大伙连饭还得靠你养着。嗨，如果是缺钱的话，你可以找我。怎么样，韩兄？老德伦，你干了什么旁门左道的事情啊？这么赚，下次一定带我啊！要说旁门左道的话，那也是因为你呀。因为我？当初呢，我们左一族不是在致富堂下面开了个堂口吗？我们周边的村落呢，富产矿石，跟着致富堂的市级队伍也赚了不少。不过呢，你也知道我们左一族生活成本很低的，所以呢，就找了这么一个地方藏起来了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！老德伦，我可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啊！我也不会对你客气的哦。什么意思啊？利率110啊！不限时间，不限时间。老德伦，你变坏了你！亲兄弟明算账，你教我的我学会了。怎么样，够不够？够，太够了！这又是你从哪里骗来的？请注意你的言辞啊！这些还不是得益于我子川秀个人良好的信誉与广泛的朋友交集。那就是借的。这么多钱，你抵押什么了？这年头有人肯借钱就不错了。到底抵押什么了？我有什么可抵押的？我一无所有啊！我能抵押的，只有我一腔热血，还有未来。利息多少？100亿。多少？哎呀，这个价格其实在远州已经很公道了。再说了，有了这些钱，我们袖子营就可以重新步入正轨了。那你第一步打算怎么做？第一步那当然是去，请兄弟们大吃大喝一顿。你说前几天，咱都已经把北族部队打退了，为啥还让咱出来巡逻？咱们大人在北族的名声你忘了？多少人盼着他掉脑袋呢？哎呀，悲哀，跟错人了。咋了？你闻闻，
一股血腥味儿。还很重，从那边传过来的。北族，挖个坑，给他们都埋了。太恶心了，血还没干，凶手无论是谁，一定还没走远。他们应该是听到我们的脚步声才慌乱走开的。而且从血迹上看，对方应该有几个人负了伤，一路滴到林子里，脚步也很慌乱。进去看看，注意四周。站住！再进我们就放箭了。好像是远州叛军。我们没有恶意，想和你谈谈。外面那些北族士兵都是你们杀的吧？是。有没有人受伤？有几个兄弟挂彩了。出来吧。走。药品和食物。兄弟们上药，快点！来，跟你，多点，多点，多点。多谢了。不必客气。对了，你们是？我叫胡安，是紫川家雷洪军下第5大队旗领。第5大队。曾经是。当年第5大队跟着雷洪背叛紫川，后来加入了北族。是。雷洪叛变的时候，凡是忠于家族不肯叛变的，他全给杀了。所以现在活着的都是叛徒。那些北族的尸体是怎么回事？北族的那些部落首领本来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叛军，雷洪死了以后，对我们更加残暴，所以……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有没有想过回紫川？我们手上有自己人的血，家族不可能宽恕我们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哪天北族真的追上来，我们就拼了。谢谢你们的药，你们还有没有多余的食品跟药物？我拿金币给你们买。村子里有，食物和药品都很充足。既然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儿的话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去。我觉得他们是叛徒，最好别跟他们有什么瓜葛。那咱们呢？咱不一样，咱是无辜的，他们是真的。他们恐怕更不好受吧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放心，我们是同路人，我们也是叛军，我们是袖子营。袖子营？那紫川秀是？没错，紫川秀就是我们上司。兄弟们，
他们是紫川秀的部队。向英雄营致敬！你们这是？他的事迹在我们团都传遍了，兄弟们很佩服他。雷轰叛变，我们无可奈何，我们为了活下去，只能委曲求全。但他不一样，他做了我们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。兄弟们都知道，他才是真英雄。对，他才是真英雄，真英雄，没错。对。哎呀，头儿啊，你终于做了一件让我们扬眉吐气的事，我很欣慰。哼。你耍赖！大人，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大人，哎呀，我们先暂停啊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我们秀川大人啊，这是左一族的德伦首领。哦，胡安是吧？啊，正是在下。来坐，坐着说。坐，谢谢大人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啊，一个大队现在就剩几个人了，伤亡率这么大吗？大人，鲁地手下的军队是分等级的，北族部队的待遇最好，装备也最为精良，其次是远州各族，我们是最受歧视的，哪儿伤亡大，哪儿危险，就派我们去哪儿。之前在帕义的时候，你们也是第一波工程队。是，当时北族督战队就在我们身后。兄弟们受伤了也不许后退，有的就被活活踩死了。他们是诚心的用我们的尸体去铺路。雷轰死后，我们就都逃了。但是有的兄弟被督战队追杀，就吊在树上，活活给烧死。后来，我们干脆先下手为强，设下陷阱，把他们杀得一个不剩。北族在远州的布局，你知道吗？大人，我们在北族地位很低，接触不到重要机密。但是我听过一个传闻，帕义围城之后，北族虽然得到了远州，但是长期的围困和攻伐，让他们的兵力和装备极其的匮乏。距离我们最近的是鲁地的军队。哦，大人，你把雷轰杀了之后，他就成了平远大将军。切，那我还远州大都督呢。北族没有人了吗？平远大将军，最起码是云千雪之辈啊！前段时间，赛荣神皇下的命令，谁杀人最多，谁就能担当此任。鲁地听闻之后，就去了月亮湾，在那杀了几万平民充数，一下就超过了别的将军。几万平民？是。当时这个畜生下的命令是，只留地，不留人。畜生！哎，老德伦，你去哪儿啊？召集大家，开会救人。哎，你先别急，等等。白川，你先下去。是。哎，老德伦，我知道你着急，放心吧，你要救人，袖子营的人你随便用。阿修啊，谢谢你。不过月亮湾不只是我们左一族一个，还有很多精灵族，其他的族人也不少。我要回村里跟那些族人一起商量如何救人呢。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阿修啊，你就不要管远州的事儿了啊。远州各族呢，对紫川人一直很有成见。部落村地方够，你们现在落脚在这里，大家也没说什么。如果你要参与远州人之间的事情，大家恐怕会有意见的。这样，我只听不说，行吗？好吧，走，走。鲁地这个畜生！德伦叔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救人，谁不知道我们蛇族人是最不能打？我们去了，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你这话也是自谦了。
你们打架不行，跑路一直是最快的。你们可以去吸引敌人火力嘛？啊！那你们地人族人挖地洞这么厉害，干脆你们去逞英雄啊！你说什么呢你？行，大家都是远州人，对吧？啊，我们一起去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，不是？要我说啊，要救人，两边交锋是难免的。各族人当中，龙族人的体格是最为强硕的，而且功夫也是最好的。当初月亮湾修建房屋瓦舍也是他们修的，对月亮湾也是最熟悉的。月亮湾的俘虏多半是精灵族人，精灵族100年之前抢占我们龙族在月亮湾的地皮，把我们赶走。如今要我们去救他们，绝无可能。走，走，走。德伦说，月亮湾现在已经属于北族了，我们要知难而退啊。我们能守好这布卢村，守好这圣庙，就已经是不错的了。哪怕你们几个族群，啊，都不愿出手帮忙，我老德伦带着我的左翼族，也要去月亮湾走这一趟。咱们撤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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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！哎呀，老德伦啊，远州人呢，虽然不擅长兵马刀枪，但是各族人有各族人所长啊。若是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，好好训练一番，远州各族人团结一起，配合得当，其实有很大作战潜力的。远州人人数虽多，但心不在一起。各族之间呢，抢粮抢地的救援，我说上3天3夜都说不完，彼此之间看不惯，瞧不上。哼，要是有个领袖啊，让大家团结起来，多好啊！我明白，老德伦。你别担心，我和我的袖子营陪你去一趟月亮湾。你这身上的伤还没有痊愈呢，啊！而且你也看到这些族人的架势，我是怕他们不会领你的情。世上不领我情，不知我心的何其多。况且，我本来就不为他人的眼光而行事。听完你们刚才的那番讨论，我觉得，我们至少需要1个远州人的帮助。想学武功？嘿嘿。如果你同我去月亮湾救人，我便派人教你。我才不会去救精灵族人，更不会从一个紫川人手里学功夫。若是北族围攻圣庙，攻打布卢村，你不救吗？就凭你现在的身手啊，恐怕到时候连你自己的族人你都救不了。其实我要的很简单，你只要给我画出月亮湾牢狱布局构造图，我们负责打架，你只负责救人，我保证你平安无事。北族人杀人时，必饮酒庆祝。我们子时出发，待守卫醉酒熟睡之际，从河道潜入。后墙是牢狱时最松动的地方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从那儿进去。怎么绑着人回来了？
你们是去救人还是去打劫？别提了，跟紧了。我不用你们龙族人救，更不用你们紫川人救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谈了条件才愿意帮这个忙的。你以为我愿意救你啊？你要不想活，你现在就滚回去送死啊！你以为我怕死啊？有本事单挑啊！别管啊！看到没？要是不把他们保回来，到了早上，我们都得死在月亮。救你们！松手！谁有人救？可以啊！哎，没想到你没有练成无影掌，这个无影脚倒无师自通了。看到没？他的脾气可比你们大。听说你们不怕死，他想必肯定也不怕饿了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！我在后厨准备了烤野鸡，还有烤野兔，还有新出锅的白面馒头。哎呀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一说起来就觉得饿了。吃馒头。知道烫手还带回来干嘛？当初在路上给点钱和干粮，让他们走了多好。现在万一处理不好，暴露了布芦村的位置了，我们都要玩完。再说了，你也看到了，他们对我们什么态度，你可别指望他们有良心会感谢你。以他们现在的身手，放他们走，无非就相当于让他们送死。干嘛？我在想，如果当初不把远州交给北族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啊？唉，那估计赛戎神皇早就打到邻家河丘了，天下一统指日可待啊！到时候你们都堆在乱坟岗，定陵和罗明海一堆，你和宁殿下一堆，那也挺好，至少比现在强。雷洪搞出来的烂摊子，要怪也怪不到你头上。月亮湾横尸遍野，也许到时候远州也会变成一片废墟。我一点都不关心，一点都不内疚。你想让他们留下来，你直说行不行？我现在就去带他们寻地皮、搭房子，行了吧？留下来当然是要留下来，搭房子就不必了。下次你要是再这么冲动的话，能不能先过过脑子？假装投降刺杀雷洪，这种烂计划9条命都不够你死的。说实话，我没打算活着回来。就为了一个雷洪，值得你这么冒险吗？值得。哪怕一辈子都回不了紫川，回不了帝都。怎么？觉得跟着我受委屈了？不委屈，我挺喜欢当强盗的。放心吧，
不会让你当强盗的。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朋友，来都来了，干嘛不进来？还愣着干嘛？上啊！紫川兄，小少子。怎么，放你走还不满意啊？非要来赶尽杀绝吗？只有杀了他，我们才能回家。白川，到我面前来，帮我念出来吧。没事儿，念。紫川秀投靠北族，背叛紫川，乃家族之大耻。我谨以第7代军长的名义宣布，解除紫川秀在家族的一切职务，剥夺紫川的姓氏，告谕家族的上下军民林和以及他的秀子营将是我紫川家族的叛徒，人人见而诛之。各位，你们回不去瓦云了。是，到处都在抓紫川的叛徒，我们连城都进不去，除非带着你的头回去。我是啊，不愿冷静！怎么说话呢？但你不跑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还有良心吗，小少子？因为我愿意，我也不想。可是打仗死了那么多人，我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的。我想活着，我想回紫川，这有错吗？我妈现在还躺在榻上等我呢。谁不想回家？谁不想回家？秀川大人，我是你带出来的兵，要杀你是我不对，但这是我回家的唯一机会，我必须要争取一次。现在我也回不去家了，就杀了我！老子他妈现在就杀了你！他还是个孩子！放他们走！好！我说了，放他们走！滚开！紫川秀，
今天是他们来杀你，明天还有1000个、10000个人来杀你。我会保重的。起开！起开！百川，松绑。小少子，你们3个人保重啊！傻孩子。瞎了还敢站在池塘边，不怕失足掉下去啊？我掉下去，有些人就如愿了。一开始，我以为我能够解释得清楚，但现在根本说不清楚了。不是因为我究竟是不是叛徒，而是他们不想要我了。明殿下，大人有公务在身，你不能进去。大人，坐吧。帝陵大人，都说舒律司的手眼遍布整个西川大陆，我若是你的话，我必定会调动所有的力量去查明事实真相。如今远州已不是子川管辖境地，查明真相谈何容易？你曾早于所有人知道秀哥哥和司义林被困帕邑。我在远州的时候也是你传信至落霞山谷，我知道你在远州必有暗探。暗探送回来的消息与战俘口供无异，都说阿秀背叛了子川家。那他们查到的就不是真相。你掌管舒律司，子川的所有冤假错案皆在舒律司的管辖范围内。我若是你的话，我必定会明辨是非，替修哥哥据理力争。舒律司办案讲究真凭实据，明殿下可以看，也可以查遍整个子川历律，没有一条是靠信任就可以下定论的。那也不可不查吧。子川律例有云，任何一次不公之判，无异于将人粉身碎骨，故而要明德慎法。帝陵大人对子川忠心耿耿，不会连这一点都忘了吧？
多谢宁殿下提醒，帝林自不会忘。但为求公正执法，律法亦有云：非枢律司之人，请勿误于庶狱。所以查不查，怎么查，都是我枢律司的事儿。你就别跟着掺和了。宁殿下，大人的意思是我们正尽全力寻找线索。他们兄弟二人的关系，你也是。这件事儿，你相不相信，我相不相信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得军长大人相信。你觉得你能左右军长大人的想法吗？这件事情总要有人做。如果你不来，那我来。大人，宁殿下的话也不无道理。之前秀大人发回来的情报已经过了好几天了，最近也没有新的情报发回来，我们在暗中搜集情报十分的困难。如果能借用瓦云的力量，你以为我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但枢律司是子川家的，不是他子川秀家的。我们查，多少让眼睛盯着他。枢律司来查阿秀反叛的事本就没有说服力，反而会因我们结党营私，更不利于阿秀的清白。大人，军长府签发的通缉令已经发往瓦云了，这件事情是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？如今只能等阿秀自己回来说明白了。大人，秀大人他会不会真的叛变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，而不是阿秀身上，你觉得我会叛变吗？绝对不会。那他也不会。军长大人，您找我？哦，是李青啊。上次赐婚一事啊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您不必道歉。来，到这儿来，上来。我呢，本想给你些时间呢，让你好好休息的，这个不被这些流言蜚语所影响。谁曾想呢，你到了那边，去整理黑旗军，而且把一个旧部整理的是井井有条，你立了一大功吗？大人言过了，和谈虽然已经结束，但远州局势依然未定。帮忙整顿西南边防是我分内的事。不过还请您放心，我不会被帝都的流言蜚语干扰。好，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，你总是能顾全大局。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有一件小事需要你帮我。你能把黑旗军整顿得好，我相信你也能帮我照看好此人。小姐，那些从远州回来的紫川战俘，不知被派到何处去了。派出去的人回话说，找不到了。我自己去找。小姐，宁殿下想要去找他们，无非是想知道紫川秀的情况和位置。你若真的想要去找他，我可以带你离开。你不必假好心，我知道是叔叔让你来监视我的。是啊，是军长大人派我而来。但我和您说的也并非是违心之言。若殿下真的考虑清楚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走啊。我当然考虑清楚了。你为何要去找紫川秀？你是担心他现在究竟在哪个阵营，还是好奇他现在人在哪里？秀哥哥他绝对不会背叛紫川的。那么很明显，你担心的不是第一个问题。那么我们再说第二个，他在哪？
舒律司那么多探子都束手无策，试问仅凭你我二人，真的可以找到紫川修吗？我再退一步，即使我们找到了，只要今天，殿下你敢踏出房间门一步，参星大人对于紫川秀的仇恨就会增加1分。这种情况，是殿下你愿意见到的？我会在府上住一段时间。殿下若是真的想清楚了，我可以随时陪你离开。拦着我干什么？你看，烧我！放开我！还给我！不让开！好说！不能烧！别吵！别吵！别吵！烧了！给我！有什么用？你冷静点！冷静点！头！给我！好，出事了！阿杂要烧军旗，李龙不肯，结果两人打起来。哎，烧了他！哎，都别吵了！秀川大人来了。秀川大人，阿泽达差点就把旗子烧了。老大，紫川家派人刺杀你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我们还是紫川家的人吗？对啊，旗呢？真的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弟兄们，弟兄们，之前呢，是我任意妄为，连累了大家。在这里，请允许我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老大，我们不是怪你，是他紫川不要我们了。但是紫川永远是我们的家。这旗子上，这丝线是由紫川南部的一个小城镇景川所特制而成。明宇，哎，我记得你的老家就是景川吧？对，是我家。还有这军旗上的金箔，只有古塔才能制成。罗姐，哎，我记得你是出生在古塔吧？啊，我古塔的。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的都是紫川的血液，所以家，我们一定要回。可是大人，我们怎么回啊？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各位弟兄，你们最想得到的是什么？明宇，啊，你先回答。我希望早日打败北族，紫川家族光复远州，咱们的军长大人万寿无疆。放屁！罗杰，你来说实话。我希望天下太平。你信不信现在我眼睛瞎了也能揍死你？阿泽，你说。我想娶阿花。那你为什么不娶她？因为我穷。他爸把她嫁给了紫川家的贵族，你们笑什么呢？你们不穷吗？我告诉你们，阿花喜欢的是老子。李农，你说。我想有花不完的钱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想买多少酒就买多少酒，喝一碗倒一碗。我也想有钱啊。哎，那头儿，我也有个想法，我想娶个美女，那种柔情似水那种。说得好。白川，白川，我希望你赶紧闭嘴。这就对了，你们说的都特别好，都是真心话。但是现在，我可以跟你们保证，以你们现在的条件，你们所希望得到的，一件都实现不了。但是现在，时势赋予了你们最宝贵的东西，那就是机遇。对，就是机遇。这话听着挺对，不过有点耳熟。
你没听错，上次秀川大人发表了一通话，咱们不就加入秀字营了吗？对呀，对对。老姐，啊，来，高处，让我上到高处，快！台兄，弟兄们，你们听我说，紫川家，各位，紫川家与北族大战尚未结束，乱世还要持续多年呀。但是，对于你们来说，乱世意味着建功立业的机会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想流眼泪。我也是，看我们长官瞎眼了还这么有理想，我们真的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了。我要好好练武，出人头地。对，你们说的都非常好。虽然我现在瞎了，但是我的心已经感受到你们的决心了。李农刚刚问得好啊，问的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？其实这个问题应该问你们自己，你们想不想荣华富贵？想。想不想衣锦还乡？想。想不想受人尊重？想。好，那我们就要靠我们自身的力量，重新回到家园。因为我的缘故，紫川暂时不要我们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忘了，我们来自紫川，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去。我们不但要回去，我们还要带着胜利回去，带着荣耀回去，带着尊严回去。老大，我们跟着你，豁出这条命了，跟着大人走，宁死不回头。跟着大人走，宁死不回头。跟着大人走，宁死不回头。来，我白川，我罗姐，我明宇，在此宣誓，终身跟随效忠紫川秀大人，鲜血成灰，至死不渝。对，至死不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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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至死不渝。台阶。大人，你不是刚说的秀子营重返紫川吗？怎么一大早就敲掉晨练了？这种小事交给罗杰和明宇就行了。可是你带我来这古岐山脉做什么？当然是带路了。你说我一个瞎子，我能自己爬山吗？我是说，为什么要来这古岐山脉？你觉得呢？古岐山脉是不可逾越的天堑，它分割了家族内部和远州。瓦云是山脉唯一的缺口，如今瓦云行不通。你不会真想翻过这古岐山脉回到紫川吧？现在回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白川，你是我最信任的部下，所以今天不管见到什么，你都不要好奇，特别是不能告诉罗杰和明宇，听见没？故弄玄虚。自从跟了你，我看到什么都不会觉得奇怪。那你就不觉得奇怪，这古岐山脉里为什么会有这么空旷的山洞吗？你这么一说，不对啊，你不是瞎了吗？这一路你怎么找过来的？哼，这地儿我熟得很。这边。意外，意外。
就快看不清了，前面的路怎么带啊？白川，你过来一下。你知道这里有火把？我知道的，还多着呢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师父的住处。你师父？谁啊？左家明王。左家明王？嗯。这下面是不是悬崖？是。你又骗我！左家明王守护林家，怎么可能在此处？我师父他老人家神出鬼没，在哪儿都一样守护林家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呢，是我学艺的地方。再说，凭我们师徒俩的默契，我想找他的时候，他就一定会出现在这里的。你要真是左家明王的徒弟，怎么之前从没听你说起过？哎，都怪我平时太幽默了。开玩笑是不能把师父挂在嘴边的。再说了，我这眼睛现在不是看不见吗？实在是没办法，所以只能请他老人家来帮我看看。绝世无双的左家明王，怎么收了你这么个徒弟？我怎么了？我师父很喜欢我的，我啊，特别像他年轻的时候。大柱，你以为你编的这些谎话就能毁掉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现在在你的左手边和右手边、左前方、右前方，还有你的身后，是不是都有火把？是啊。看好了。是不是亮了？没有。这回肯定行。亮了吗？没有。好，好，好，师父，师父，徒儿给您跪下了，您就赶紧点灯吧，求求您了。亮了吗？亮了。哎，不对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我的前方？我跪下的时候，你怎么可以在我的正前方？白川，你算了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此处让你很惊叹呢？少装神弄鬼了，这火把怎么回事？说明我们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。你再不说人话，我就把你自己留在这儿。哎，别！这个山洞我虽然很熟悉，但是出去回去的路，还是得靠你带着。知道就好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难道你没有发现，我们从刚进来的时候就一直没有走直线，而是绕了各种弯吗？我师父他老人家神通广大，不然的话，岂不是什么小鱼小虾都能找得到这儿？你是说，这山洞是个迷宫？跟了我这么久，还是有长进。没错，这里就是迷宫，一旦走错，就会永远迷失在这个迷宫里。那出口通向哪里？紫川啊。紫川？是啊。这个迷宫在古岐山下，竟然横穿了整个古岐山脉。我不说了吗？我师父神通广大。你怎么能这么轻松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
如果瓦云行不通，这就是远州通往紫川的唯一通道。如果未来秀子营还能够东山再起，到时候这个通道不仅可以运送军粮，还可以对远州发动奇袭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可以成为突破远州的关键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呀？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条通道的存在？因为你呀，是我最忠诚的部下，也是我最心爱的兄弟。怎么样，听了这话是不是很感动？来，感动的话就拿着。我是女的。哎，好。对不起啊，你是我最好的姐妹。啊，行了吧？嘿，来，抓着。抓着呀！这边。好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慢。这边没有火把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？大人，秀大人，紫川秀。我在这儿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说了嘛，这是我师傅的住处啊。你刚才怎么突然不见了？我去见我师傅了。你去哪儿见的？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？没看到是吧？那说明你功力不够啊。平时我就教导你说，要好好跟着我学艺，你不听。现在你知道你我的差距了吧？嗯。你如果真的见到了左家明王，你的眼睛为什么还是瞎的？那个，我师父医术无双，专治疑难杂症，我这种小事他都不屑于看。你不是特意来看眼睛的吗？这些都不重要，师父也见过了。现在我们该走了。说清楚，为什么突然消失？为什么突然出现？这些回头再跟你说，我们现在赶紧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慢点，慢点走。台阶。圣皇陛下，紫川秀那边，我们已经派了好几个队伍去找，不过仍无下落。紫川秀固然罪无可赦，可是眼下这个人的死活不值一提。只要他回不了紫川，这个人的性命就分文不值，所以你也不必担忧。紫川家前任军长紫川远兴在位之时，紫川疆土安定，国富民强。葛应兴掌管远州，与我北族势均力敌。如今眼下，二人均已归天，此时正是紫川家政局不稳的疲惫之时。
我们更要利用好这个难得的时机。神皇远见，紫川家有帝林、司义林、紫川秀这样一马当先、无所畏惧的俊杰，而我北族也有羽林将军这样恪尽职守、严谨善战的人才。只是攻心之术还需进步。末将受教。这是我在边境的6个密探分别从远州给我递回来的情报，但内容和之前一模一样。阿秀被赛荣神皇封为远州大都督，彻底叛变了。又是没用的消息。要不见得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反而是一样的消息，却是好消息？赛荣神皇这一次玩的是诛心，这对整个紫川来说，确实是当头一棒啊。但有一件事是好的，起码阿秀是无辜的。那其实这样也简单，有你我在帝都照应的话，阿秀等到了帝都，我们就帮他洗清嫌疑就好了。没那么简单。如今战事失利，需要一个替罪羊。人们往往不在乎真相，他们需要的是宣泄。前些时日，林兵副统领从瓦云出发，前往寻找叛将紫川秀的下落，但在途中遭遇北族军队，最终无功而返。有劳林兵副统领了。不过远州啊，它亦不属于我们属下，贸然出兵寻找事情，我看就此打住吧。若他真是叛将，怎能就此打住？小宁，你来干嘛？您不是让我多来参加例行会议，多多向各位大人学习吗？刚刚我正好听到了罗明海大人的汇报，我认为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好，叔叔让你坐这儿，啊，来，你坐这儿说吧。大伙还站着呢。各位大人请坐。你们都说紫川秀是叛徒，是紫川家100年来最大的耻辱。那试问这样子的叛徒，你们如何能让他逍遥法外？你说是吧，罗大人？是。我愿意自带一支军队前往远州，杀了那紫川秀。各位大人，你们怕麻烦，怕苦难。林青，我不怕麻烦，我把小宁交到你的手上，让你好好照看他。你怎么？我说了这么多，你们总该有个回复吧？啊？宁殿下，我们先走吧。你们不是说他是叛徒吗？那为什么不把他抓回来？为什么不杀了他？宁殿下，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哎，小宁有时候就是小孩子脾气。行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散了吧。我知道你想骂我，你说便是。不，今天在朝堂之上，你很勇敢。勇敢，但没什么用。
的确如此，但比你哭喊着偷跑强不少。现在不一样了。以前我跟叔叔胡闹，他总会心软的。现在不管我跟他说什么，他理都不理我。我知道自己这么做很笨很蠢，但是我就是想不到别的更好的办法，我就是不愿意什么都不做。殿下，你其实有很多能做的。你做好了见他的准备了吗？